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老李头测评。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是Hot Toys 官方这个星战日第3弹当中的一款现货之前第1弹跟第2弹我都没有拍过现货，因为觉得一般吧。但是这一款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是来自《星球大战：异军崛起》这部动画片当中的角色沙宾雷恩。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性价比的，虽然说它的定价也不是特别便宜，官方定价是1880，但是我觉得它的配件还是挺多的，外加这颗真人头，还是可玩性挺高的。今天我们就来把玩一下它。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这个身材比例，我觉得非常到位，还是可以的，包括整个的外甲，包括衣物的这些质感都不错，脸型也没毛病这胶发的话我个人觉得还是稍微差了一点意思整体造型还是非常不错的。我这个就有一点点的小问题，就是我出场时候这个放松手可以看到这个手呢，对不对？比较紧致的，但看到这一只手，稍微有一点点松松垮垮不知道为啥。螃蟹手完全没有。好，我们现在首先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真人头雕。我觉得整体的还原度还是非常可以的。对于星战 HT 都是做的相对来说我觉得比较认真的，当然也有小例外我就不说了。整体的这个胶发的质感，我觉得这一次呢也没有非常的到位我觉得 HT 的水平胶发一直是行业内比较牛逼的，但是这一款感觉有点细节还是比较少然后当然也是配备了可动眼，但是它这个可动眼首先又是我最讨厌的滑槽可动眼的话不是开后脑勺，下方直接用手调也行。虽然说是女性角色这个头比较小，但调节起来还是没问题的。整个脸的跟演员对比我觉得还是挺像的，没有多大的问题。脖子这里的话它有个防剐蹭的，这个我没有拿下来因为这个头雕装上去了以后，我觉得这一块是几乎是看不大到正面看的话没什么问题，所以我就干脆没插下来。它这个滑槽的安装起来就比较麻烦，要对准还是不错的。接下来我们慢慢的来看一下它正面的这个胸甲部分。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它标志性的这一个甲胄都是有大面积的一些战损或者污渍涂装做的还是非常到位的。这些都是魔术贴稍微有点歪了，你自己可以去调整一下。包括肩甲这里，整体的质感还是非常不错的，外加魔术贴，所以对于可动来说的话还是没有多大的干涉。整个衣物还是比较薄的，当然它也是一个包胶素体，能摸得出来腰部这里，肩膀这里好像没有肚子这里还是比较明显的摸上去。三角区包括臀部也是包胶，当然手臂跟腿的话是完全没有的了。好，然后再看一下腰带方面，整个腰带质感还是非常不错的。爆皮的话应该风险比较小，这个应该是真皮，我感觉是真皮这材质还是非常不错的。当然这个腰包没办法去打开，上面我还可以隐约的看到一些胶水的痕迹在灯光下直接粘死的。包括背部3个小腰包也是非常可惜没有任何的可动。两边的枪套包括这里安插光剑的一个挂钩也都是有的，还是非常不错。然后看一下下半身，一条紧身的裤子它的衣服跟裤子呢它不是连体的，我看一下我们来瞧一瞧不是连体的，所以对可动还是没什么多大影响。下方紧身裤摸上去比较厚实还是可以的。我们镜头稍微拉远一点点，来看一下膝盖部分，也是一个魔术贴，稍微有点歪的话自己可以去调整。腿部这双鞋做的质感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是这两边因为是塑料在动脚部可动的时候要当心不要剐蹭到。这些单个都可以去取下来，
还是挺细节的，不是给你做的固定死的，而且比较牢固，就算你放上去了以后，日常把玩也不会掉。鞋面也有一些多多少少的污渍，整体还是可以的，非常不错。好，我们拉远距离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整体的可动怎么样。首先啊，脖头分离这可动头雕，对吧？360度没什么问题。抬头幅度稍微小了一点啊，抬头几乎没有了。你看我掰不动它。低头还可以，左右侧头也有，没毛病。手臂来看一下，首先抬举啊，这平举90度没毛病，腋下也没有问题。这衣服虽然说比较紧身，但是对于可动的影响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手臂抬举大概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啊，不建议再往上抬了，风险比较高。往后也是啊，可以。它这些啊，可以看到所有的什么肩胛呀、大臂甲、胸甲全是魔术贴啊，包括这边全是，所以不用担心会坏啊，掉了的话自己粘上去就可以了。大臂也有旋转的空间，幅度还可以。手肘部分，因为这边是一个弹力绳，所以对于手肘的可动也是没有问题的。啊，然后我个人最关心的这个胸腰可动啊，咱们来瞧一瞧。啊，胸腰可动幅度比较小，因为它这个甲胄可以看到已经顶到了，胸甲已经顶到这里了。因为里面是包胶，不建议用太大的这个幅度啊，容易把里面的这个材料啊给剐蹭到。往后幅度不大，左右啊幅度也是一般了，侧腰也有，还可以啊，基础的一些常规的可动没问题。好，让我看一下腿部，首先劈叉没办法啊，太紧了。前踢来试一下啊，这样的一个位置，大腿也有旋转，后踢一点点，屈膝来看一下，哎，整体还不错啊，就是去回正的时候，当心这裤子夹到里面的关节，当心一点。脚看一下，它是分体的，前后。幅度还挺大啊，脚掌没有办法可动，左右也有，关节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紧的，整体还不错啊，没有我想象当中的这个可动差。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及格的一个可动，整体造型也还挺还原啊。好了，主体方面的话呢，咱们就看到这里了。接下来来看一下它的外包装，还有我个人最期待的配件都有一些什么好玩的。好了，兄弟们，外包装咱们来瞧一瞧，依然是星战的这个风格啊。正面就是咱们的主体，下方有个封条啊，真人头雕搭配上去的一个造型。侧面啊，也是一个主体造型，背面产品的这个注意事项跟品牌啊，也是一个啊往上提的一个包装啊。打开以后可以看到里面的这一张峰会纸，看上去还是挺不错的。主要啊，它有光剑。这你受得了吗？如果没有光剑的话，我真的不想去买这个作品来拍啊。实际上，它对我的吸引力真的是很一般。抽开来以后，咱们可以看到，哎，这配件啊，我还是挺喜欢的。这里有按键，啊，还有普通的光剑，配件还是非常多的，我觉得可玩性还是挺高的。单层，那后面的话呢，就是经典时尚小地台了，配件还是挺多。外包装就是这么简单啊！接下来咱们就来看一下它众多的配件啊，都有一些什么好玩的。好了，兄弟们，配件咱们来看一下啊，哎呦，非常厚啊，毕竟配件有点多了，咱们来看一看啊。说明书第一页，头盔头的一个注意事项，可动眼的一个调节，哎，下方这个头盔啊，还可以单独拔下来。手持，因为里面啊有个小半张头，手型对应，好，然后武器的这个佩戴啊挂载的一个方式，背部的这个喷射背包，磁吸的，哦，按键也可以挂在背后啊，也是磁吸的，这还不错。哦，然后到了这边，咱们可以看到啊手臂甲的一些配件的替换。哎，这还不错啊，可以换装上这个盾，背部啊，光剑的这个
供电方式啊，依然是这个尿袋，就这么多。它上面啊没有给到这个可动的一个说明啊。常规的啊可动眼的调节器啊，手臂的补件这两样东西就不过多的展示了啊，就这么一些。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在这边，哎，头盔头下方我们可以看到有小半张脸，当然这个可以去拿下来啊，哎，抠下来，这个安装起来比较方便啊。之前我记得都是会有一个脖子啊，要去替换什么的，比较麻烦。像这个会比较方便一点点。小半张脸后面也有一个这个涂装的这个头发的颜色。安插起来挺方便的，这样抠下来也比较方便啊。这个头盔也有一些战损的痕迹，刻画的不错。前方这里啊可以去调节，但这个比较短，比较细，而且很脆，把玩的时候当心也别摔在地上，很容易崩的。好，然后手型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的话呢，一对握拳手啊，常规握拳手啊，一对握持爆能枪的手型。好，一对握持光剑的手型，就这么几对。尿袋夹腰的跟夹在支架上都有。经典时尚小地台啊，用了不知道多少年的一个星战地台，加一个拖裆支架。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其他的武器配件啊。首先，飞行背包。没有太多的这个战损痕迹啊，背后很方便，磁吸，吸附力度还可以啊，还不错，不会掉。当然背后也会给到一个特效键，可以，特效键还是比较紧啊，插上去以后就烧到屁股了，这是。这里面没有防剐蹭的。好，然后两个小臂甲，涂装细节，咱们来拉近镜头来瞧一瞧啊，也是有一个做旧的一个痕迹。里面可以去说明书上也有啊，可以去顶掉上面的这个配件，然后去安装这个盾牌。里面有防剐蹭的这个海绵垫，可以看得到啊。涂装刻画还可以。没办法去掰开的，直接套进去。好，然后一颗小手雷，啊，然后哎呀，这个涂装就核膜线就非常明显了，可以看到这里一条，啊，但问题不大，做旧还是可以的。好，这是手持的话呢，这个太小了，放不上，但是呢，可以搭配在它这个腰带上。插上去还是比较紧的。接下来两把爆能枪，颜色不同，虽然说没有任何可动啊，小塑料。来，咱们来挂在这个腰上啊，枪套上给它装上去，很丝滑啊。好，然后接下来两把光剑。来看一下啊，这把光剑的核膜线啊也是比较明显的，挂钩可以挂在腰间，这把是不能点亮的。好，然后这边安插尿袋发光的这把，上面也有个环儿啊，也可以去绑在腰间上。剑刃两把。好，接下来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个按键。虽然说啊，可以看，我去，这塑料非常薄啊，真的，我感觉一用力就会捏断。涂装的话呢，就一般，我感觉让我的第一感官啊，就像贴了两张贴纸一样。拔下来，这里，咱们可以替换这个斩击一个特效键，这个就稍微厚一点了啊，比较厚。咱们来看看，哎。装上去，最后它还配了一个，来看一下，
直接把它给安装上去以后，可以磁吸在背后。来看一下磁吸力度怎么样啊？在这一个位置，哎呦，这磁吸比背包强多了啊！哦，这还是非常不错的。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去挂在腰间，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就没有磁吸的了，这把是没有的。好，然后看一下咱们的这个透明盾牌，没有任何的特色啊。去把这个抠掉以后，安装在这个小皮夹上的，比较厚的一个塑料件。OK， 配件方面的话呢，就是这个样子。哎呀，我个人觉得可玩性确实啊比较高，因为它的东西非常多，你可以摆不同的造型啊，或者把这些其他的配件呢给其他的这个曼达洛人一些或者星战的小兵来用也是可以的。啊，毕竟你这么多配件放在一个人身上，估计挂不满啊。整体的造型还是可以的，我觉得1880的价格呢，性价比怎么说呢？配件还是挺多的啊，毕竟还给了一个真人头可动眼，还可以吧。而且你如果是小程序官方小程序上买的话呢，它这个如果你有优惠券折扣下来1600多吧，也还可以。到时候咱们来看看澳际市场的价格，如果能稍微低一点的话呢，再考虑给它入一下也是不错的。这款是我个人觉得近3个系列的星战日的所有现货里面，我觉得还是比较合我胃口的吧，还是可以的。OK， 本期老李头视频的话呢，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喜欢老李头视频的话呢，还不忘在视频的最后来个1键3连的支持，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动力。OK， 本期开箱把玩咱们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